Hello， 大家好，我是周鹏。那我现在呢是位于哈弗在徐水的试验场来试驾一款还在内测阶段的车型——哈弗的神兽。那其实，在开始拍摄之前呢，我参加了一场接近1个小时的 workshop。那在这场 workshop 上，我就获得了2个比较关键的信息，那就是这台哈弗神兽它是一个紧凑级别比较旗舰的车型。那另一个方面，然后呢，我们还是先从外观设计开始吧。那这台车呢，相较之前的哈弗一些传统的车型，你会发现有很大的革新，它的设计风格完全不一样了。那整个前脸的这种进气格栅的尺寸非常的夸张，能够带来一个拉伸横向的视觉宽度，非常的有冲击力啊。还有呢，有2个比较主流的元素是什么？上面是一个贯穿式的灯带，然后有一个分体大灯，那这些都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元素，所以你能看得出它的定位，那就是比较新潮时尚，适合这些主流的年轻消费者。那其实来到侧面呢，我们刚说的那些理念呀，在这里也能体现。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地柱这里有一个快速的下滑，虽然没有轿跑 SUV 那么夸张，但是整体带来的这种流线的运动感还是非常在线的。那除此之外，说几个细节，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车身采用的这种撞色的点缀，那是非常的新潮呀，迎合这种年轻人的审美的设计，包括一些大家可以看到隐藏式的门把手都是现在主流的一些配置，所以它在这方面其实是不落后的。那侧面呢，我还要给大家交代一个重点，那就是这台哈弗神兽它的定位是要略高于哈弗 H6 的。那从哪里可以看到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车身尺寸长度是超过了4.7米，而它的轴距呢更是达到了2800毫米。那我觉得这个轴距其实在同级别车型里边是比较有优势的。OK， 那我们接着来看尾部。那其实在我看来，它的尾部整体的设计风格是与前脸稍微有那么不统一的。这不统一在哪？就是前脸它强调的是一个强调视觉张力的风格，而尾部呢，它采用了这种非常多的棱角直线，而且一些夸张的一些装饰。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个扩散器，还有两边这个不规则的排气，这个风格是和前脸有一个很不同的一样的设计，所以在这一点方面我持一个保留的意见。那其实说回外观呢，这辆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外观这方面呢，我们就聊这么多。它所传递出来的一个视觉效果，就是和以往的哈弗车完全不一样，有一个颠覆性的改变，这就可以了。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回到车厢内。那哈弗神兽它的车厢设计还是挺有亮点的。首先就是这配色了，它是属于一个莫兰迪的色系，看上去就是比较的清新，质感这个烘托的非常的到位。另外呢，像做工一些皮质、软质的材料覆盖，包括门板上这些菱形格，这一方面绝对是它的一个亮点。那其次呢，就是它的整个科技性配置了。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2块屏幕了，12.3英寸、14.6英寸，包括它们整个的分辨率带来的观感都是非常细腻的，而且操作起来的流畅性也都是不在话下。它的芯片是采用了一个骁龙8155，目前车规比较顶尖的一个芯片了，所以呢，它的整个操控流畅性真的是非常的不错。那目前呢，这台车的配置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呢，我在这台车发现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它采用了一个怀档的设计。那这个呢，在之前的哈弗车型上也是没有的，而且包括像这些电子手刹，它也取消了，这完全就是系上安全带，挂上 D 档，车就可以走。那刚才我们说它的轴距是达到2800毫米，所以呢，这下我们就看它的空间表现如何。首先呢，前排是我的正常坐姿，后排的腿部空间是几乎能达到3拳了，这个是相当不错的。另外呢，整个乘坐舒适度如何呢？首先呢，这个靠背的角度是挺自然的，稍微有点倾斜，腰部不会受累。那另外呢，座椅的材质偏软的，就跟家里的沙发一样，坐在这里，综合结合下来吧，乘坐体验是相当不错的，这一点我很满意。
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